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谭松韵双剧对决，检察官 vs 复仇千金，哪部能成年度爆款？刚拿下央八2026年暂年关，谭松韵又带着2部新剧杀回来了。我的山与海 CVB 集均2.226%，酷云峰值冲到3.44%。不仅是央八今年首部破2的剧集，更让他成为内娱唯一单人领衔主。演央视剧集达到这一成绩的青年演员，收视率这东西做不了假。观众一集一集用遥控器投出来的数据，比任何营销话术都硬气。但谭松韵显然没打算躺在功劳簿上数成绩。这边我的山与海热度还没散，那边2部新剧已经蓄势待发，一部是聚焦未成年人检察的现实题材正剧，一部是桐华操刀的古装逆袭大戏，2条截然不同的赛道同时起跑，哪一部更有机会成为年度爆款？对谭松韵的职业生涯又意味着什么？春和之上，国内首部未检题材正剧的牌怎么打？这部剧的题材放在国产剧市场里几乎是独一份。春和之上是国内首部深度聚焦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现实题材剧集，由腾讯视频、最高检影视中心、老友影视联合出品。最高检影视中心的参与，意味着题材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有官方背书。2026年6月1日国际儿童节当天在厦门开机，40集体量，拍摄周期90天，预计2026年底或2027年初完成制作。谭松韵在剧中饰演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检察官，剪短发，配制服，彻底褪去以往甜妹气质。和他搭档的是戴旭这位凭亚戏中配角演技出圈的演员，被业内视为厚积薄发的代表。2人此前在古装剧《逍遥》中已有合作，剧情围绕真实司法案例改编，涉及校园霸凌、网络诈骗、家庭暴力等未成年人成长中的典型问题，完整呈现批捕、审查、起诉全流程。导演臧希川以9亿人无尽的尽头等现实主义作品著称，编剧李肖玫瑰的故事和于淼于红都擅长以女性视角切入社会议题，爆款前置分析，优势很明显。题材稀缺性本身就是最大的话题度，未成年人保护是当下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之一，从家长到教育工作者，从法律从业者到普通观众，都能在这个议题中找到共鸣。谭松韵从娃娃脸少女到冷面检察官的形象突破，也天然具备讨论价值。风险同样不可忽视，正剧的节奏通常偏慢，如果剧情推进不够扎实，很容易陷入叫好不叫座的尴尬。这类题材此前在国产剧中几乎没有成功先例，观众接受度是未知数。更关键的是，现实题材的口碑发酵需要时间，爆发力不如古装爽剧来得迅猛。兰香如故，桐华加 IP 加古装逆袭，流量密码齐了。如果说春和之上走的是文字路线，那兰香如故就是在网暴字上压住。这部剧改编自何燕珊的小说《兰香园》，由桐华亲自操刀编剧。桐华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古装剧的金字招牌，步步惊心长相思系列，步步都是现象级。谭松韵搭档刘学义，2人组成血色共生 CP。路透中刘学义手持鎏金折扇挑起谭松韵下巴的一幕，已经在社交平台上刷了无数轮。剧情讲述大学士府长孙女沈佳兰因家族蒙冤覆灭，顶替家奴之女许兰香潜入林府未毕，在反抗压迫中突破阶级桎梏，最终执掌林家并为家族平反。谭松韵一人分饰2角，白天是唯唯诺诺的丫鬟，夜晚是步步为营的复仇千金。刘学义饰演的林锦旗表面是风流权臣，实则心机深沉，人设极具张力。
制作层面也不容小觑。服化道采用古朴还原纹样，服饰色彩随角色成长变化。导演黄颖香曾任绣春刀美学指导。剧集已入选2024年度广东省文艺精品扶持专项资金扶持项目，定档2026年暑期腾讯视频独播，开播前预约人数已突破300万。爆款前置分析：古装逆袭题材精准踩中当下观众的爽点底层出身，步步为营，逆风翻盘。这套叙事逻辑在《锦心似玉知否》等剧里已经被反复验证过。桐华的编剧能力保证了剧本质量，谭松韵加刘学义的组合在流量与演技之间找到了平衡点，但风险同样存在。IP 改编永远绕不开魔改争议，原著粉对剧情走向的容忍度极低。丫鬟逆袭的套路如果缺乏新意，很容易被观众归类为又一部同质化古偶。加上暑期档古装剧扎堆，竞争激烈，头部内容虽易突围，但对剧本和制作的考验也更严苛。双剧对比，谁更有可能成为年度爆款？把两部剧放在一起看，策略的差异一目了然。春河之上走的是口碑长尾路线，现实题材正剧的爆发力通常不如古装剧，但一旦立住，长尾效应极强。参考《人民的名义》《沉默的真相》等剧，这种题材的观众粘性高，2刷3刷的比率也远高于普通古偶。更重要的是，正剧的口碑积累能直接提升演员的行业地位，对后续资源获取的帮助是古装剧无法替代的。兰香如故走的是热度爆发路线，古装 IP 剧的先天优势在于前期关注度高，预约300万的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播出期间的热搜、话题讨论、二创内容，都能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效应。但劣势同样明显，古装剧的保鲜期短，收官后热度断崖式下跌是常态。从演员突破的角度看，《春河之上》对谭松韵的意义更大。从甜妹到检察官，这是他职业生涯中跨度最大的一次转型尝试。如果成功，他将彻底撕掉只能演少女的标签，拿到更多正剧资源的入场券。而兰香如故虽然同样有挑战，一人分饰两角，但本质上仍属于逆袭成长类角色，突破性相对有限。大胆预测一下，《春河之上》大概率拿下高口碑，成为年度现象级正剧的有力竞争者。兰香如故大概率拿下高收视，成为暑期档的流量担当。如果两部剧都能达到预期，那谭松韵的双保险策略就堪称完美。对谭松韵职业生涯的长期意义，两条腿走路，一条奔着奖项和口碑去，一条守着市场和热度不退。这种布局在当下的娱乐圈并不多见。大多数青年演员面临的选择困境是，要么扎进流量剧里赚快钱，但很快被观众厌倦；要么一头扎进正剧里打磨演技，但曝光度骤降，商业价值缩水。谭松韵的做法是我全都要，春河之上用来证明自己可以驾驭严肃题材，兰香如故用来巩固古装剧的基本盘。这种清醒的规划能力，在这个行业里实在太稀缺了。他不急着喊转型，也不急着甩掉娃娃脸的标签，而是用一部一部作品去拓宽观众对他认知的边界。从以家人之名到向风而行，从请叫我总监到我的山与海，他走的每一步都不算快，但每一步都踩得很稳。两部剧的播出效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未来3到5年的职业走向。如果春河之上口碑炸裂，他有望成为同年龄段演员中转型最成功的样本。如果兰香如故再度收割高收视，他的商业价值和市场号召力将进一步巩固。无论哪种结果，对他来说都是加分项。娱乐圈的热度转瞬即逝，数据和热搜都可以人为操作，唯有观众的真实喜爱无法作假。谭松韵看上去温和，没有攻击性，
内心却目标清晰，不跟风，不争抢，专注打磨作品。那些不肯盲目追赶风口的人，日积月累之后，自己就成了难以撼动的风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两部新剧，你更期待谭松韵的检察官，还是他的复仇千金？